今天要分享什么吗？今天要分享什么呢？分享智慧。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那个文字啊、词汇啊那种智慧啊。不是，不是啊，是很有智慧的智慧。很有智慧的智慧。听起来就很有智慧。讨论智慧这两个字，对啊，基本上就感觉是很有智很有智慧，慧的话题。好像很有智慧才能讨论智慧啊。谈智慧本身好像就是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的确是这样。那听起来是这样。那会听智慧这个什么是智慧这个影片，就很有智慧才会听，很有智慧才会看这个影片。所以大家就是很有智慧。讲的人有智慧，听的人有智慧，哇，皆大欢喜。好，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没有啦，开玩笑。智慧跟聪明一样吗？不一样吧？不一样。那很聪明跟很有智慧有什么不一样？真奇怪。一般不是都把智慧跟聪明会扯在一起？是哦。对啊，就你好聪明哦，好有智慧哦。有吗？没有。不知道哎。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聪明是你运用你的头脑、左脑的一些能力，能够很擅长的去运用它的时候，就是很聪明。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测试聪明，就是 IQ 的那些题目啊，大部分都跟左脑有关，只有很少部分跟右脑有关，有一些直觉性的。那除了那些很少的题目之外，大部分都跟左脑有关系，都跟逻辑啊、统计啊、逻辑分析啊这类有关。我知道了，所以聪明是左脑，智慧是右脑，对吗？基本上来说，偏向这样。偏向，所以不完全是。不完全是。不然是什么？智慧的领域不只是右脑而已。智慧，简单的说就是你贯穿一个现象有多深的能力，叫做智慧。那看现象能够估计到它的很多个步骤等等，叫做聪明。就我很聪明，我能算出10步比如说下象棋、下围棋，我能看出10步以后的棋这样子，那这个是很聪明。但是这并不是智慧。那这就是线性的。那也可以说聪明跟看一件事物的广泛有关系。我们看到一件事能看到多广，通常就代表着一种聪明。那有的人把这样就已经形容成智慧，但是通常我们在说的智慧是更深入的，就是智慧它是一种深度。贯穿到现象生命的深度，叫做智慧。可以举个例吗？举个例子啊。刚刚有下棋的例子，那智慧是比如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开车在路上，然后2台车子然后碰在一起，2台车相撞之后，然后2个人就下车，然后理论。那所谓的聪明就是这时候我应该先找警察呢，还是先打给保险公司呢，还是做什么措施看这个人感觉凶神恶煞，我还是好好跟他讲好了。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聪明。就是你如果够聪明的话，你会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来沟通这件事啊，怎么样来达成最好的状态，这个是一个聪明。这种聪明是运用在这件事的比较表面的一个状态。那所谓智慧的话，你可以贯穿到整个事件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看见这个人，那你会贯穿到说你跟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去遇到，然后去产生了这样一个事件。那这样一个事件来说，为什么我会去显化这样的一个事件？是怎么来的？那个原因是什么？那如果知道了那个原因，是不是能从那个原因去改变，然后让这件事情更圆满，而就不是表面那些所谓应该打电话给谁做什么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或者找些朋友凶神恶煞朋友来助阵助阵。很多不是都这样子吗？什么计程车相撞或者社会上有一些车子碰到之后，彼此就开始打电话，我这么弄丢我撞到了，赶快过来帮我我在哪里？那过了没多久，然后就两边都来了一堆人这样。这是一般社会的现象。那如果智慧的话，就看穿这个事情其实比较浅的智慧，他可能会觉得说刚刚可能是我因为怎么样，然后心不在焉，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情今天并不是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甚至我的专注力也不好，那才会引发了这个事情。那我就会自己检讨说我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那我是不是不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接下来我的人生也会遇到很多因为我这些状态而引发的一些现象，你就会去明白说这现象其实是
因为更深的原因而发生，就不只是表面上两个碰到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智慧。但是更深一层的智慧就觉得知道明白说，这一切现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其实就是一个现象，是我解读为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那所以当下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去解读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情。那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那我就能够跳脱我的人物的一个思维，能够用更接近观察者的思维去看待这事。有些事情是这样，当我们从更高的高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来龙去脉，包括自己的心理状态，包括现象的细节等等。这时候跳出来看，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整件事情是如何发生，我的心理状态是如何，今天早上我是怎么引发了这种不好的感觉，甚至现在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前的那个因是什么，就是之前我如何用信念去显化这件事，我就能看到啊，过去我是怎么一个信念引发现在的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追溯到很多内在更深层的这个所谓的现象之前的因素，那这个就是智慧。那越高次元的存在，例如我们现在是3次元嘛，我们是人类，3次元的人类，在可能4、5次元、6、7次元，越高次元代表越有智慧吗？不一定，不一定，怎么说？所谓的次元是它能保持在不同的频率上面，它会超越了某一些现象，然后活得更加，比如说更加精神层面的领域，这样，那它的次元就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超越了时间观念，它超越了身体的这种执着啊，它进入比较精神层次，那它的次元就会是不同。但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有智慧，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比如说它投生到比较高的次元去，是因为它有福气或者有福报，或者有某一些他执着的现象，比如说他很向往更高次元的生活，那他死后，然后他就投身到更高的次元去，然后变成那个地方的生命这样。那这种存在方式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既然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么说，在每一个次元，它都有每一个次元的智慧。哦，智慧还有分哦？有，也不是说智慧本身有分，而是我们刚刚有讲说，智慧就是穿透现象，能够有多深，能够找到最后最原始的那个因，能够贯穿生命的这些现象呢，叫做智慧。但是生命的现象有第3次元啊、第2次元、第1次元、第5次元，不管是哪一个次元，你只要穿越的够深，然后到背后，你都是拥有智慧的。就即使你活在3次元，你穿越的够深，那你就是拥有智慧。那你在第5次元，你穿越的不够深，那你顶多也是在第5次元的生命的表象上面打转，那你还是没办法贯穿到生命的原始的本质。我们讲的是能贯穿到生命的本质，比如说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我们之前说，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就是一套系统，就是一套游戏。那游戏之外，我们有个观察者，那他是玩家，玩家的角度。那如果这样子来形容的话，我们所说的智慧是贯穿到生命比较本质的地方，也就是你能用一个玩家的角度去看待游戏，甚至是站在玩家的角度去玩游戏的时候，这时候整个游戏其实你是非常能够贯穿的，因为你是超越了游戏而在玩游戏，那这时候就是拥有智慧。因为你已经贯穿到游戏最本质的地方，其实你真正的身份是玩家，所以你已经站在最有智慧的地方来看待现象。那有人问说，观察者背后还有没有一个观察者？观察者背后如果还有一个观察者，那么你所观察到的就只是一个现象。那谁在观察？永远是我们自己在观察着一切现象。那如果没有我们的观察，一切现象其实都不存在。那不就是那个观察而没有那个者？因为没有人啊。观察者是一个比较方便去作为一个定位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你把你的立足点放在哪里？就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很自然的就把立足点放在我是墨子，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就是墨子的事嘛。那我把焦点完全放在墨子的这个定位上面，所以我就是墨子，所以我就是墨子这个定位。那当我离开墨子这个定位，能更深的去看着连墨子都是被我观察对象的时候，这个定位我们把它称为一个者。因为我们是从人的角度往回去推，我们从人物的角度就往回推，所以往回推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这是一个
不同于我们人生的一个定位的定位。那这个定位我们给它一个者，就让它好像是一个不同的存在的那种感觉，观察者。那其实你当然可以就说它是一个观察，但是观察我们会很容易被搞混，就我观察，我在觉察，我观察，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被教育观察到底是什么，那所以我们不会认为观察它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所以这时候给予那个真正身份一个者，让它好像跳出来另外一个身份的那个感觉，就不是原来的这个身份。可是直接叫观察不是比较简单干净吗？还有一个者会不会让人误会说，又有一个，就像有些人可能以为观察者就是想象现在我跳出来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人，或是观察者就是高我要找到我要跟观察者对话。我要跟观察者对话，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我不就是我了吗？就是我们只是把我拉到哪一个位置而已，不管怎么拉到玩家的角度还是我啊，那我怎么会去跟观察者对话？观察者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人格分裂啊，你就把自己又分裂出来，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自己这样。那其实即使是你分裂出来，那即使有这个存在，那也变成一种人格分裂，而不是真正观察者。所以你说不要用者而用观察，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在叙述的时候，为了区分它跟我们现在的人物的分别，我们加个者。那在佛教里面，它也不用者啊，它就直接叫做觉。那觉一个字就好了。越简单的是越好，但是越稍微有一点比较多的形容的时候，比较趋近于大众，是这样子。我们跟大家说觉，大家是觉，大家听得懂吗？一定很多人还是没办法理解，所以就加个觉者，观察者，觉。所以一个字能一个字就理解，当然是一个字就理解，就最好，最棒啊，对啊。那一个字不行就两个不行就三个其实就可以了。有人3个还是不行，那就多听几遍，就是可能就听句子吧。对啊，对啊。我们已经把它说得很简单了。简单又就是能让很多人听得懂这样。那像刚刚谈到智慧嘛，所以说越高次元不一定有智慧。是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些电影啊，或是网络上啊，都在说要找到什么高智慧的外星人。有一些人啊，可能科学家或是某一些人，他们就很想要找到高智慧的外星人，那就觉得一定有比人类还要有智慧的外星存在。他们所说的智慧是从经验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地球的文明到现在其实只有几千年的文明。之前从我们这几千年以前还有文明，但是那个文明已经失落了，已经不存在了，没有那些资料。所以我们从几千年前变成一个开始点，然后又发展到现在几千年的时间。比如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那其实就从5000年发展文明到现在而已，就是这几千年。那所谓高智慧的生命，他们在其他的星球，可能他们的文明发展已经1万年、10万年。那10万年其实在宇宙来说是一个很小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觉得10万年好长，因为相对来说我们地球目前的文明就只有几千年而已。所以如果有一个文明它发展了10万年，可想而知他们的科技经验是地球的多少倍。各位看看，我们这几十年来，几十年前还没有电脑，那现在几十年前有电脑，到现在也只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而已。这么短的时间，一直到智慧手机，然后一直演变，你看有多大的变化，跟以前的世界是完全两回事。几十年而已哦。那你想看，如果有一个文明比我们多，不要说几十年，多几百年就好了，那个跟我们现在世界是完全不同。那所以，如果他们多我们几千年，那真的是不可以想象。那我们所说的智慧，就是这样的经验，就累积经验到了更多、更丰富，能够理解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是高智慧。其实那种智慧还是在现象上面打转。那我们说的智慧是穿越了现象，到了更深的层次，甚至从现象到了能量，然后到了精神的领域，然后甚至一切精神领域其实都是心念所化现，然后到最后其实一切整个宇宙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念所幻化的。穿越到这种程度，再穿越进去，就发现其实我们跟现象并没有任何的分别，现象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现象，因为现象是由我们的定义去把它切开来的，就我们把
自己跟现象切成一个相对的个体。那穿越到最深，那没有这一层隔阂，现象跟我们就是变成一体的。这时候就是最深的智慧了。我们讲的是这么深的东西，对啊，不是经验的累积。我们再累积个几万年、几亿年，它都没办法穿透到这样的一个深度。所以深度归深度，当然在时间越累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象跟能量跟精神是有关联的，慢慢会创造出这些知识出来。那这个就跟智慧就有一些关系。对啊，我之前看了某一部电影，然后就里面在演一个人一直在太空寻找高智慧的生命。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直向外找什么高智慧外星人？对啊，真正的智慧不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在吗？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我们只要往内探寻，就可以找到智慧的泉源。怎么会从现象上去找？从现象上去找智慧，其实找不到智慧。智慧就在这里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深处。所以由此可知，智慧其实跟聪明跟经验是有一点分别的。但是经验越走到后面，有可能它跟智慧慢慢比较能接轨，就是因为他发现现象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存在的一个基础，慢慢会发现的比较深一点，那就会慢慢跟智慧有一点点关联。对智慧来说，聪明是不好的吗？会是冲突的吗？这两个？聪明是被智慧所用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去运作的时候，如何运作的好，我们在逻辑上如果有更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运作上会更顺畅。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件事物，比如说我们眼前看到一台车，那我会分析说，我知道这台车是由什么所组成，它有哪一些元素，那1、2、3、4我把它列出来，这个是偏向于聪明。如果我够聪明的话，我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列出更多的细节来，这个就是一种聪明。聪明是一种线性，那这个其实我可以用，这是被我所用的一种能力。但是如果你有智慧足够的时候，你偏向比较右脑跟智慧比较接近，这时候你就具备一看到这个车子，你就明白所有的细节，那这个是更快的。就是一个是线性的运作能力，然后一个是非线性的整体的并联的一个运作能力。那更深的是，你看着这一切发生，那你就知道现象其实是包含了所有的元素，你可以运用比较广泛的这种一眼就看出所有事情的这种右脑的特征，你也可以用线性去运作你的生命。那这时候你要用右脑，你要用左脑，就变成你的观察者可以去决定的，就是玩家。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更有智慧的去看待人生，因为你如何去使用这些能力，你自己可以去控制，可以去掌握。那像被开悟吞没过的开悟者，那他们是很有智慧的吗？那也很聪明吗？不一定是聪明的，不一定是聪明的。但是他的智慧是来自于他能够贯穿到生命的本质，他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也知道生命跟现象其实是一体的。他被吞没了之后，他会知道说，现象跟我们这个观察，就是观察与被观察，原来它是一体的两面，它其实是一个整体。那所以这时候他拥有这种整体的智慧，所以他就是有智慧的。那如果有智慧但不聪明，会变成怎样？聪明不就是要用左脑？那如果不聪明，左脑不发达，那要怎么表达？其实表达的好，表达的坏，那跟智慧没有绝对直接的关系。你可以用很慢的方式，然后像我讲话也很慢啊。但是乔乔都会把它加快，就后置啦，怕大家睡着。那其实快慢或者你运用语言运用的好坏，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于智慧来说，你可以慢慢的用你所能够运用的词汇去表达出更深的意识、更深的一种状态、更深的存在的一个本质。不管你怎么去运用语言去表达，你可能很聪明，你可能会表达的比较准确，或者比较广泛，或者比较细致。但是你真的贯穿了智慧之后，不管你怎么表达，你都能够说出同一件事，只是你说的方式会不同。那所以你在人生经验的累积，你可能会变得更聪明。那你运用这些聪明，去传达你所体会到的智慧，就是这样子。所以不是
很聪明但是没有智慧，不然就是很有智慧但没有很聪明，不然就是聪明跟智慧是两个都可以并存，都有这样。两个是不同的，都可以并存。都可以并存。哦，就好像有听过有人说，就是一些可能灵性高的很有智慧的人都无法适应社会，无法适应地球，就没有办法当什么那种公司的总裁啊，或是做一些比较左脑的工作，要计算的工作。不会有这种问题啊。不会吗？他原来这个人物，因为聪明是这个人物的属性，就是你原来这个人物的属性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原来这个人物的属性就很会擅长沟通，然后很会去计算一些逻辑性的东西。那你跳出来变成玩家之后，你人物属性还是那样，不会因为这样你人物属性就变了，然后就变成痴呆这样，然后就每天就在宁静里面我们对啊。做总裁，因为我有点迟缓，不会这样啊。对啊，你原本具有的能力你还是具有，所以只会运用得更好，不会有反过来说不可以。对啊。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他跳出来之后，他对人生的这种欲望不会这么执着，那他不会去想当总裁，只是差在这里，不是说他当了就不好这样，不是这样。对啊，所以大家以为说灵性高的，然后很有智慧的人都一定是就是很宁静啊，或是格格不入啊，然后都只会从事可能心灵类的工作。但是也不一定啦。因为就是角色跟那个观察是游戏内跟游戏外的。那只是说他愿不愿意去做。对啊。那如果他担任一个很好的 CEO 或者去管理一个很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是对全人类有帮助的，那他可能就可以跳出来去做这些事情，就不会因为这样就不能够去担任一个总裁啊或执行长啊之类的，跟这没有关系。那像佛陀他是十地菩萨嘛，那他是十地菩萨就算了，他还选择要在这个地球然后传法，运用他的角色在渡人让人开悟解脱。那么他会讲很多话嘛？他讲了49年的话，那他是用当时那个时代的语言在传递这些，所以他是很聪明又很有智慧吗？是只要是十地菩萨都可以聪明跟智慧同时具备吗？聪明其实只是对现象的一个运作的能力，比较偏向逻辑性啊这些能力。但是对于他如果是一个十地菩萨来讲，他能够贯穿的深度够深，所以他能够观察到每一种不同状态的人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跟他诠释，跟去引导他。比如说，他看，明白这个人啊，他的定位就在台北，那他就知道说啊，他在台北，就他跟他讲新竹的事情，那就可以把他引导到新竹。因为如果你跟他讲高雄，这离得太远，他完全无法理解，你也没办法引导他。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按照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引导。那像你刚刚举的例子，佛陀当年讲话讲了49年，为什么要讲49年这么久？我们影片其实也拍了很久啊，讲3个字也讲了好久这样。比如说讲不解释，然后不解释就讲了很久。那为什么讲不解释要讲那么久？那其实就是光讲不解释，就好比说我讲高雄，那不是高雄就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我就把台南嘉义、台中等等，就一直讲了很多，然后让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能够知道，原来高雄大概是什么。那佛陀当年就讲更久，他花49年就把很多层面、不同层次的状态的引导都讲了。那所以他面面俱到，他讲了很多不同的人听的话，所以才需要讲那么久。所以有时候讲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么久？其实他是针对不同阶段的人说不同的引导，说了那么久。所以我们看佛经会有一些觉得，有一些讲的为什么这么粗浅，然后有的讲的完全不能够理解，有的甚至是 A 跟 B 是有矛盾的。佛经本身为什么有矛盾？其实不是佛经本身有矛盾，是他讲的对象其实是不同的。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当年佛陀多么有耐心啊，真的是。真的，但是佛陀这么有智慧，十地菩萨，就是他在那个时候，然后经历很多苦行啊等等等，最后开悟之后，他就是已经是十地菩萨了嘛。那
他就已经是实地菩萨，那不是说曲高和寡吗？就是如果太深的内容，就是大家会听不懂。那佛陀在讲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好难哦，都听不懂。所以他就分阶段讲啊，就先讲一些简单的，然后再讲深入的。哦，先面对一般的人能够听的，再讲给稍微有点程度的人听。他就讲了很久，所以才会。所以他是从最简单的开始讲，一直讲越多年，那个越来越深，是这样吗？他的一般的状态是这样，就一般佛陀是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往更深的讲，是这样。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他这么有智慧，然后他又选择要来地球度人，那为什么他不用更好、更快的方式呢？例如说，他可能就是运用他的角色啊，然后建造一个超大的灵性学校，然后可能请人发明像电视机这种东西，然后他就每天让全球各地，然后每个人家里有一台电视机，然后都可以去听佛陀传的内容，这样子。这样就花更久的时间了，因为你从发明了电，然后又发明了真空管，然后又发明电晶体，然后一直到电，然后线路板，然后发明了电视，这整个过程，然后就需要很多的细节去完成。不是啊，他不是弹指就可以创造吗？就像那个阿弥陀佛，不是1年就建造了极乐世界？对啊，他为什么不用最快最好的方式让更多人受益？既然决定要帮人渡人的话，对啊，为什么就只渡了这么一点点人？没有啊，你看他的经典到2000多年后还在渡，所以它的效果一直持续下去，并没有间断。他的智慧一直延续到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然后你看佛经这些还是很完整的保留下来，然后大家还是可以从里面吸收到他的智慧，所以他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啊，并没有间断。所以他当初所做的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即使变出一个世界，你还是在帮助人，所以重点是那个持续产生的作用力，而不是瞬间产生了多大一个现象。你多大的一个现象，不见得能够持续的更久。就是它有一个，它能够贯穿整个轨迹，应该如何运行是最好的。但是虽然传到现在，但是那个佛经只是对以前时代说的语言说的话，但是现代人听不懂啊。所以我们才需要说嘛。原来是这样啊。就是每一个定点，会有不同的人事物来搭配这个智慧，这样，他只要把智慧传下来，然后这个智慧这个流动没有间断，然后就会有不同的人事物在不同的点去延伸去配合，就是这样。那有人说佛陀传的经典嘛，如果现代人要传这个经典的话，就是只要照原文念就好，一样可以帮助世界度到一些灵魂这样，但是就是不要去解经，因为如果你不明白不懂，那你解了会害人害己。没有错啊，这是对的，就是你不明白经典的意思，你不要用头脑去解释它，你就用头脑去解释它，然后你告诉别人，可能你会产生错误的引导。但是这个就跟喝咖啡一样，你没喝过那个咖啡，你听来的说那个爪哇咖啡是什么气味啊，然后你就去形容那个气味，然后讲给别人听，你讲的可能是错误的，你形容的可能是不对，但是你如果自己喝过，那这时候你的形容就会很精准，因为你明白之前的人喝那个咖啡形容是怎么一回事，你甚至可能会按照之前的人的形容，再加上你自己体会的诠释的方式，重新形容一遍给另外一个人听，因为你知道他的程度或者知道他的状态，怎么样去形容给他听，他会更容易理解。这时候就比原来的更加精准，不是说原来的不精准，而是原来的不一定是适合这个时代的这个人。所以你喝过之后，那你去用更接近他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诠释给他听，这时候就可以。重点是有没有喝过，你没喝过，你去解释其实是很容易有很大的偏差。重点是有没有喝过。那我问你哦，我们有谈过平行宇宙吗？那其他平行宇宙有佛陀吗？有啊，平行宇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就是同一款游戏的不同版本。那你既然是同一款游戏不同版本，游戏外的知识、游戏外的智慧，当然会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呈现啊。它同样是一个离开游戏的智慧，那所以不同
不同版本里面都会有离开游戏能够跳出游戏的智慧的这种存在，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所以可能不管到哪一个平行宇宙，都会有人叫佛陀，是这样吗？当然不一定叫佛陀，在别的平行宇宙可能他就不叫佛陀，叫陀佛。那他会是同一个存在吗？同一个灵魂？这样讲会很奇怪，就是当你深度已经深入到一个整体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整体，又何来不同？就当然是同一个，也只有一个而已，不会有更多。你已经深入到整体的层面，整个都是它，一切只是在自己内在的不同版本运作而已，可以这么说。那其实你只是在你自己的内在不同版本去运作这些事情，它不是不同一个。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佛陀就是一个个体哇，佛陀是一个高智慧的存在。那可能不同的平行宇宙都有佛陀这个人。其实佛陀其实就代表那个整体，是吗？那其实那个整体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最深处。我们自己的内在最深处就是佛陀。所以看到像佛陀，其实不是我看到这个人，我看到这个个体，而是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我们的本源。简单的说嘛，我们一个焦点看，我们现在在看墨子跟巧巧节目，我们就把一个焦点放在这边。当我们往内在走的时候，我们就越深入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会像倒金字塔的时候越来越大。越往内的层面，意识的广度就会越宽阔，这样。那升到最后，那就是没有边际，那就一体的。那所以你贯穿到最后，其实就是整个就是一体的。我用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你看墨子，或者看着巧巧，跟你自己，你会觉得有一样吗？还是同一个嘛？你不会认为是同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你这时候使用了信念，就你用了一个有一个墨子，然后有一个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当信念不存在的时候，你看着现象的时候，你跟现象并没有分别，你没有把现象跟自己切割开来。切割是用什么切割？就是用自己的信念切割。当你没有这个切割的时候，你跟现象并不是两个，你跟现象就是同一个，现象就是你，你就是现象。这个已经在讲心经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大家有缘人自己去听到去揣摩一下。你如果不去使用信念去切割你跟现象，你跟现象其实就没有分别，因为你不会觉得那个是他，这个是我，我跟他没有这个我跟他的信念的时候，你跟现象就是一个整体。那既然是一个整体呢，那就没有分别了。这个就是心经某一段在说的。所以刚刚我们讲说佛陀是不是一个个体？那佛陀当然不是一个个体啊，他已经深入到不会有解释。我们说不解释，那佛陀怎么会有那个解释？佛陀已经深入到解释以外，他不会去卡在解释当中，所以他存在的位置一定是没有解释。那没有解释的位置怎么会有彼此呢？那所以既然没有彼此，一定它跟整体是合一的。那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个体。因为我们语言文字比较局限嘛，就是我们会一直说到他佛陀他怎样他怎样讲，所以可能大家的脑袋就会开始想说他就是等于一个个体嘛。那现在我们来用把它去掉，再讲一遍。把它去掉，其实佛陀这两个字就是他，就是一种他。当不要有佛陀这两个字，也不要有他的时候，那其实就没有话可以说了。故事里面会有你我他，那故事以外其实是一个整体。那如果以故事以外来说，其实就没有这些现象，没有你我他的存在。但在故事里面，为了做一种区分，还是会以他、你我他的方式来说。那只是为了很单纯去在故事里面作为一种定位，定位出古代有一个圣人叫做佛陀，那这是一种定位。那所以只要一定位就是一个他，我离开了这个定位，那就没有他了。这说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古代有一个圣人是佛陀，那他是一个他。当如果我没有去跟他产生一种定义的时候，没有定位的时候，我就是佛陀我就是佛陀，佛陀就是我。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跟佛陀用信念把它切割开来，那不就是一个整体吗？那所以佛陀就是我，我就是佛陀啊，没有分别啊。那你们也是啊，大家都是啊。所以佛陀在哪里？佛陀就是这个整体，就是你未切割前的那个整体。所以你们大家也都是佛陀啊，我也是佛陀，谁都是佛陀。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智慧。有智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喝看看。喝。
就是不要用脑袋去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的，并不是说给脑袋听的，所以可以用脑袋以外来感受看看。可是说不就是要说给脑袋听吗？说是一种语言的传达，语言本身是带有能量的，那这个能量穿透到能量的层面，那说的话也许也不是给脑袋听的，是给潜意识听的，就是让它潜意识能够起了一些作用，所以在它的潜意识里面能够产生作用，也另外在能量层面能够产生作用，另外在脑袋的层面也化解了他脑袋的一些卡住的信念，那3方面都能得到好处。对呀，所以啊，我们的影片不管是相不相信，或是接不接受，我们都相信，都可以在大家的潜意识里面种下很多颗种子，那未来有一天一定会发芽。对，哎呀，哎呀，就有些人他或许可能小我会很嘈杂，会有很多信念出现，但是其实潜意识多少都会种下一颗种子这样子，但只是自己没发现这样子。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现在听的时候，有一些话可能没有感觉，那到了以后某一天某一个点的时候，突然戳动了，你就说，原来当初他说的是这样。那这样就是一个种子开花的时候。开花吧，开花吧，开花吧，赶快开花哦！好啦，这集就到这里啦，拜拜。拜拜。